这就是今年最后一匹黑马吗？不到今年最后一秒，你永远似乎没法想到今年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惊喜。最近一部明明没有流量明星，名字还土到掉渣的电视剧火了，但这部《爱很美味》真的上头，已经在豆瓣斩获了8.4的高分，预计分数还会继续上涨。这么神奇的电视剧，你看过了吗？没看过也没关系，想知道这部剧到底为啥这么上头吗？那就赶紧跟着小编我来一探究竟吧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近期很多人被一部由李纯、张含韵、王菊3位女性主演的小成本制作的《爱很美味》惊艳到了。不得不说，一部影视剧黑马正逐渐亮相。这部全剧甚至没有任何的顶流，最有人气的张含韵也是淡圈了好多年后首次接触演戏。不管从哪儿看，种种迹象都在控诉着这部剧的小投资。所有的演员中没有大咖，除了主演的3位女性稍有名气，6位男主更全是挖掘新面孔。对比演员阵容不够诱人，《爱很美味》这个剧名更让本就没有宣发的节目雪上加霜。像这样土味的剧名，很难不把它归类于小众网剧。殊不知，这样土味的剧名后是新潮且大胆的当下打工人最真实的写照。自从影视正式开播后，豆瓣上竟一致为它打上了8.0的高分。而且随着新剧集的放送，评分一直稳增不减，呈上升趋势。如今分数更是直逼8.5，这才引起大家的注意。那么这部看起来小气的《爱很美味》究竟有哪些特点？凭什么被大家夸下国产剧又站起来的感叹？首先，3女6男，玛丽苏文学天花板。真实琐碎的生活内核外被裹上了一层喜剧的甜奶油。导演陈正道形容创作这部剧如同烤马卡龙，烤马卡龙的分寸要很小心，不能弄破碎，而做完的感觉要有一点梦幻，有一点甜。爱很美味这名字土归土，可也最直接地概述了这部剧的内容：玛丽苏爱情。近几年来，玛丽苏言情剧仍然大量产出，可3女配6男这部剧还真是头一个。故事围绕3个女孩的事业发展和情感经历讲起。这3个女孩在学校时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这段美好的姐妹情也一直延续到了工作中。不管发生什么，3个女孩相互依靠，互诉衷肠。然而，这3姐妹的性格是生活中最常见的3种。美女子芳心长得漂亮却没有主见，善良心软是玛丽苏中最经典的花瓶。女强人夏梦对所有事物都有着超人的执着，简简单单就混到了副总。刘静是3人中最普通的，长得不美，能力也不出众，可非常有想法。于是靠着各自的魅力，3位都有了至少2位的追求者。按理说这样不贴实际的玛丽苏剧情演出来多少会带点油腻，可看过正剧后反而让人觉得剧风清新，也可能是本剧的魅力所在吧。2与观众打成一片，大概是冲着做好内容，这部剧也是相当敢拍，不仅随处开车，原来在酒吧也能演出生活。这部剧可以说真的不把观众当外人。比如《爱很美味》以3个女主角宅家抗议为全剧开场，这个设置很贴脸当下，又很巧妙，我们都懂。疫情不仅仅让人每天更关心吃什么，更忧心稳定的生活轨迹是否因此改道。故事张力与潜在冲突由此形成。现实题材影视剧往往逃不开生活中残酷的真相，极易治愈。那么既真又甜的马卡龙式轻喜剧是怎样呢？爱很美味里现实层面的苦我们都不陌生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为了婚姻放弃工作的大美女芳心，努力直播贴补家用，却偶然因一次疫情流调发现丈夫劈腿。回归职场后，芳心被当成花瓶，受尽同事的嘲讽与排挤，还遭遇了职场性骚扰。刘静经历了疫情冲击下的裁员潮，同时面临父母的强势催婚。从小优秀到大，事业有成的夏梦也不得不纠结一个关系问题：女强男弱的局面下，女性该不该为照顾男性面子示弱？然而，《爱很美味》并没有放大现实问题带来的悲观和沮丧，而是一边植入现实中的鸡毛蒜皮，一边用幽默的氛围调味。芳心与出轨丈夫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时产生争执，这时保安冲出来大声疾呼：“吵架可以，保持安全距离。”在都市打拼的苦楚谁不懂？但《爱很美味》偏偏想用喜剧让观众咧嘴笑一下。
夏梦为了圆谎扮成服务生装穷，刘静被夹在2个追求者的真心话大冒险中间，左右为难。冯鑫在处理琐事之余，努力躲避客户骚扰，多线并行的矛盾和冲突以一种戏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，在 BGM 古典节奏的衬托下，颇有致命女人的味道。爱很美味仿佛预判了观众的预判，清晰知道观众对一些人设、情节和讨论也许心存不满，于是把这份预判巧妙融入剧情中，诙谐又辛辣。比如在视频公司任副总的夏梦，直接 diss 某些国产剧拖沓、注水老套的毛病。现在观众的耐心度是很低的，35%的观众在第1集第7分钟就弃剧了。为什么女一永远是傻白甜，而女二永远是妖艳贱货？夏梦一直反感电视剧疯狂撒糖撒狗粮，当她自己遇到甜甜的恋爱时，立马对甜宠剧无限包容。又比如剧中3个姑娘骤然掐架了，观众正酝酿愤怒情绪，预备吐槽《小时代》式扯头花之际，没想到他们仨迅速冷静下来，老老实实的反省自己的问题在哪儿。欢脱犀利的戏剧性故事凌驾于日常之上，爱很美味像以旁观者视角打量我们身处的社会，比照着现实困境，编织一个带有自嘲与反击感的梦境。世上任何好看的故事从来教不了人稳赢的解题步骤，但能在引你一哭一笑的缝隙里呼吸一大口新鲜空气，确认自己没那么轻易被击垮。就算周遭环境不太友好，只要你不妥协认输，又有谁能抑制你的肆意生长？3个女主角会遭遇分手、离婚这些灰暗时刻，也会抓住一见钟情的桃花运，拥抱新的恋情。她们会经历裁员失业，也会在朋友的帮助下遵循内心声音，成就自我。面临职场歧视，她们不卑不亢，微笑着主动争取，让我试试嘛。遭遇骚扰者能毫不畏惧地甩出录音，爱很美味，温柔而有力地输出一些日常哲学。10岁就想10岁的事，到了20岁再操心20岁的事。如果都像你一样想那么多的话，只会一辈子活在后悔里。如果我们身上的缺点都代表着内心的某种黑暗，那么当你从一个人的缺点中看到优点时，你就会像在黑暗中看到一道光，然后不由自主地朝着光亮的方向走。不把拍戏当拍戏，而是在还原生活，让人不断的与之共鸣，并且玛丽苏的桥段并不重，减少了女主的恋爱脑，不再是一味的纯爱了。在新时代下，人人都是独立女性，而做大家喜欢的东西，自然而然有人观看。3. 演员惊喜不断。看之前，小编本以为是个雷电满满的小网剧，却不小心发现了宝藏。而最值得一提的是，就是演员们都很争气，尤其是3位主演给足了惊喜。不管名字有多劝退，虽然各方面硬件都不是很顶尖，内容观感才是王道。不接地气是现代都市剧的一大通病，动起豪车大 house 跟主角的打工人身份极不相称。而爱很美味就很好的规避了这个雷点，相当真实的反映了现代都市年轻女性的生活状态。比如第10集，方心遭遇咸猪手，就让我们莫名替她感到心疼。屏幕外的我们与角色建立了同理心，当然愿意看下去，口碑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而这样真实的片段和设定，在本剧中比比皆是。比如恋爱困难症患者刘静，年近30依然单身，甚至连个可以发展的暧昧对象都没有，因为她不仅挑剔敏感，还十分看感觉讲缘分。可是她自己生活圈子狭小，又不接受相亲安排，压根儿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其他男性，因此只能日复一日的陷在越不恋爱越难恋爱的怪圈，以及父母无尽的催婚唠叨中。工作狂人夏梦从小就聪明又要强，毕业后和大学时的男友应聘进了同一家公司，但因为她工作能力强，所以很快便晋升为了公司的领导阶层，对自己男友形成了职位上的压制。女强男弱的伴侣关系本就很难处理妥当，更何况夏梦还和男友处在直接的上下级体系中，男人尊严和领导权威的冲突经常让他们陷入尴尬的处境中，也因此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感情。当太多剧情空洞悬浮的都市剧充斥影视剧市场，当一张张扑克脸招摇过市，我们盼望剧情扎实接地气的优质都市剧太久了，等能演出当代都市年轻人真实状态的演员太久了。
但这部剧中什么都有，不仅有脸蛋、有能力、有个性，也有知己好友、高度契合的恋人，还有事业中的高升，谁看了不带入人生赢家？最后，小编对这部剧强烈推荐，因为看完《爱很美味》一段酣畅淋漓的演绎，你的体验或许是吃辣后喝下一杯可乐，又痛又爽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